受请示，开始，出去。干嘛？出去！立起！进来！山城。营长，您好。原谅我不辞而别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深爱着这份光荣的职业，全心全意、尽职尽责。我对军队这个集体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对军人这个称号有着由衷的自豪。但是，我已经无法追赶部队改革的脚步。 离开才是我目前能为部队所做的最大贡献。作为一个老兵，我保证，若有战，召必回。一朝一暮一我有一你，愿时光相望相。连长，现在大家干劲都很足，但场地有限，只能进行单兵种训练，合成训练差点意思。你想申请外训啊？就怕索副旅长不同意。你来干嘛？
教导员，你就坐一会儿嘛。我看你这来来回回都已经68圈了，搞得我都好紧张。我再看一眼。营长去找江营长是为了外训的事，又不是去吵架的，你担心什么呢？这我也知道，但是这两个人是前世的冤家，两个人一见面就往死了掐。哎，梁大龙，你觉得江胜强能答应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郭子健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，拿我当枪使是吧？没门儿！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就不信你没有这个想法。有这个想法又能怎样？能怎样？那只能停留在想法上面。索副旅长是不可能同意的，所以需要我们俩齐心协力的说服他。不去，啊，不去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我告诉你，不去，不去就是不去，不去。索副旅长，御风营和飓风营成立到今天，一直在抓基础训练，但心智合成的基础在集训队已经打得很牢了，又经过2次合成演练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但受环境影响，2个营的实装合成训练一直没有组织，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把部队拉出去，好好磨合磨合。专业基础训练还没结束就搞合成，这不符合组训的规律。御风营既然作为心智作战力量，就应该大胆尝试。我在想，我们是否可以跳过单兵基础训练，直接进行战术合练？那新兵入营怎么办？这个我和江营长已经商量过了，可以合办一个拓展型新兵营。什么意思？索副旅长问你呢。索副旅长，郭营长的意思是，新兵从基础训练到专业训练，全部都在这个拓展型新兵营完成，达到下连队就能作战的标准之后，再入战队。这样，老营队可以放开手脚搞战术，新兵营也可以集中精力抓基础，这个一举两得嘛。按照你们这种模式，我将来要从2个营里调出更多的骨干来组训新兵，会影响合成的效果的。至于你们刚才讲的磨合，我同意，但是不能蛮干。这样，我提个建议啊，让远火分队、空突分队把他们的同志请到我们营区来，咱们关上门坐下来，好好的研讨战术，这不挺好吗？索副旅长，这陆军开训动员上说了，打仗是硬碰硬，训练也得实打实啊。这没部队没装备的，我们怎么磨合啊？现在思想上磨合呀，理念上磨合呀。我认为把部队拉到野外，比真的实战氛围更利于练兵。我认为，在营区一样，只要你用心，一样可以营造实战氛围。索副旅长，我们营区的训练场就这么点大，别说是实战化，就是模拟化，这么多人装他也拉不开呀。总之，按照你们的计划就是瞎搞。这怎么能是瞎搞呢？我们有严格的组训计划。来，这就是你们的组训计划。来，咱们看一看啊。这单独野外驻训，咱们先不说，先说说这机动。你说机动就机动吧，你还整出了个什么任务式拉动、研讨式组训、立体蛙跳式兵力布设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真会编呀！你说你概念弄这么热闹，怎么实施？不许好高骛远，脚踏实地，好不好？你们到分队都调查过吗？你们营的
工兵分队、机侦分队、炮旅的远火营、突击旅的空突分队，至少有一小半的基础科目都没有完成，完成的优秀率也有折扣。怎么完成你们设想？我还真问过了，我们可以在分队选择最优秀的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就在营区。索副旅长，就我们营区这样的训练，动态变静态，时装变模拟，这训练效果大打折扣不说，大家各练各了，这也不利于协同意识的培养啊。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？我就问你，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？协同意识也不是一天能养成的，要循序渐进呐，同志们。索副旅长说的对，全部都拉出去，动静确实太大了。索副旅长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按照周5战备拉动的规模，组织一次小规模的轻装拉动。轻装也不行，我还不了解你们俩，特别是郭子健，要是把队伍拉出营区，他什么事都敢干。我能松这个口？我保证，人不掉皮，车不掉漆，动车3分险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会影响训练的进度的。那我们这索副旅长，说，我们御风营和飓风营，不管是从装备还是在训练模式上，都跟传统的陆军部队非常不一样。需要组合还有合成的专业很多，单从战术上来讲，我们战术也免不了要反复的磨合。如果真的按照新兵入连之后老方法进行组训的话，恐怕完成不了年度的训练任务。周参谋，你觉得呢？你什么？有话直说。报告，困难确实存在。我说实话啊，你们的想法很好，我同意。但是你说，把部队多年的组训的习惯给打破了，那是很危险的。啊，把部队全都拉出营，一路上组织实战化训练，我的个天哪，这步子太大了。其实这个训练模式我们在集训队的时候就用过，您也是知道的。集训队才几个人呢？我现在是整整2个营的兵力装备，风险太大了。咱们再等等。首长同志，请您再认真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计划，真的是非常的周密。您所考虑的所有的问题，这上面都有体现。出了事儿谁负责？我负责。哎呀，说的真轻巧啊！真的出了事儿，你负责得起吗？肖世强，到。回去之后给我认认真真的抓好基础训练。是。中了什么邪，给你跑这一趟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？我说你平时咋咋呼呼的，怎么一到领导那么怂呢？屁都不敢放，这叫尊重上级。嘿嘿，你说的都对，这回算我欠你的，改天请你吃饭。用不着，我又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我飓风营。走了。行了，别翻了。你要的合成营资料，我这里真不多。啊，回头晚上做训科送你一套，行了吧？谢谢旅长。哎，你这个首席参谋当的怎么样啊？唉，说实话，比导调参谋难多了。难？哪里难？训练计划的推进有难度。推进有难度，怎么回事？旅长，如果我直接跟您说的话，这算不算越级反应问题啊？哈哈，我说你跟着翻来翻去的，原来跟这儿等我呢。
杨参谋，你是跟郭子健学坏了，拐弯抹角的。说吧，不算你越级。是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认为价值魔方它的魅力以及价值所在，就是要转起来、动起来。所以我们想组织一次轻装战备拉动，以及就地组织实战化野外驻训。就你们一个营单独驻训，再加上配属分队，这在管理或者训练上难度都很大呀。报告旅长，我们已经拟定了周密的驻训计划。果然是有备而来啊！还不错。只可惜索副旅长那儿通不过。别说索副旅长不同意，就算是我也不能马上通过。你们这个新团队，有冲劲，有创新，但是有时候得不知道天高地厚啊。以前捅的娄子不少吧？你作为御风营首席参谋，该把持的原则，可不能含糊。报告旅长，我认为我们的原则没有问题。行，现在你们是一家人了啊。哎，那这样，我去部队先看看，走。是。大家训练的情况怎么样？报告旅长，目前火力连重点只抓基础训练，不动装备，所以还能将就。将就。哎，到点了。哎呀，我知道我们训练时间到了，可你们训练时间不还没开始呢吗？10分钟，就10分钟，我们肯定撤，行吗？你小子又来这套是吧？不行，哎呀，让他们多练一会儿，很简单。那2个兵，组长，组长，怎么回事？要打架呀？没打架。对，没打架，只要不搞战术合成，怎么都能凑合。凑合，这训练可不能凑合。是。行了，回去好好练吧。是。杨参谋，是。给我说说你们新制专业分队的训练情况吧。新制合成力量虽然从规模上接近2个兵种连，但是专业庞杂，分类细致，是典型的小专业甚至是精专业。如果随大溜跟着旅里，甚至是集团军搞大集中，那会训成什么样？说实话，我心里也没有底数。我怎么觉得说了半天，这都是凑合、将就，没有底啊？旅长，旅长，我们这什么情况，您也看到了。现在御风营跟原合成营的编制不一样，就像个大杂烩一样，所有人都在一块练，不将就又能怎么办呢？那人家飓风营不一样啊，我怎么没听人家发牢骚说怪话？不发牢骚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啊。要不，你也去飓风营看看。你小子，这是要将我的军呐？不敢。旅长，您来了，怎么也不跟我们先打个招呼，让我们好好准备准备。都别装了，你当你们打了这个配合，我看不出来啊？啊？哎，这个驻训的事儿啊，旅里会再研究一下，好吧？高兴什么？我这还没答应呢。旅长英明神武，肯定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少给我戴高帽，走。进。老刘，怎么了？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。这郭子健让梁红把许旅长请到了御风营去考察，那一顿牢骚发的呀，这话里话外，反正就是想去外训。
他们直接去找了许旅长。可不吗？这什么行为？越级上报，这把索副旅长往哪儿搁呀？这明摆着就是拿旅长压人啊！老刘，可能你想多了。这个营区里边训练啊，确实有点掰不开。有什么掰不开的？有啥不能克服一下？这么多人拉出去外训，怎么管理？这万一要出点什么安全事故，怎么弄？我发现你们这些不搞管理的人，真是不操这些心啊！再说了，那你最近这胳膊肘总往外拐啊？什么叫做胳膊肘子往外拐？老刘，咱们396里不是一家人吗？我明白，你看郭子健不顺眼，对吧？我看他也不顺眼，我承认。但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公平竞争没问题，窝里斗没必要。谁窝里斗啊？哎，老刘，好，不说这些，索副旅长的好，我一定会用我的行动和成绩去汇报，而且我相信，索副旅长也一定是一个有胸怀的人，对吧？行，你们都有胸怀啊！我还是找索副旅长汇报去。不是，哎，老刘，早点睡。御风营的所有干部已经基本就位，唯一的就是一连的代理连长黄仓马上就要回去了。你觉得在这个时候，让谁担任一连的连长比较合适啊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看了这么多人，我个人觉得他是最合适的。我们俩想一块儿去了。我个人建议，还是希望一营的干部能够接任一连连长，这样工作上比较合拍。但这件事儿，你还是得去摸摸底。我们连的人都不同意。人家曾慕涵，要学历有学历，要本事有本事，业务精湛，为人谨慎。他接替李松伟可以说是无缝对接，怎么就你们不同意啊？他能有什么本事？当初不光是误判了蓝军指挥所的位置，还在第2次侦查的时候被人抓了当俘虏。要不是他这么没用，武班长也不可能出事儿。教导员，我们连长的位子是李连长做了巨大牺牲才空出来的，要挑，你得挑个最好的。他们真是这么说的？李松伟刚刚离开一连，战士们情绪上难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把曾慕涵派过去，其实不利于他开展工作。哎，你上回给我看的简历，里边有个叫汪麒麟，怎么样？这个汪麒麟啊，他是军事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，在学校呢就是全优生。他其实啊是旅作训科一直很看重的一个苗子。吕首长呢一直有意想让他在基层多历练历练。那就先让他去一连顶一阵子，其他的再慢慢做工作吧。我就估摸着，这2天您要找我，你可不能由着郭子健他们胡来啊！当然，不能胡来。的确，组训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，但是干什么事儿，那不得讲规律吗？啊！我一个合成营，几百号人，上百台车，说拉出去就拉出去了。那到了野外怎么管理？怎么训练？可不是吗？那有些分队它不隶属于咱们，到时候怎么管啊？多难啊！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？要我说呀，就在营区老老实实待着，瞎折腾什么？对，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所以昨天我去营区转了一圈。但是我发现啊，有几个连因为争抢训练场地都快动起手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不能不解决呀！
所以我琢磨着，要不干脆把飓风营和御风营全都拉出去算了。一来可以解决训练场地问题，二来呢可以加快他们训练的探索进程。你觉得呢？其实营里的情况我很清楚啊。如果把队伍拉出去，那的确不是这种方案。那就算那样，那得提前做好预案呐，得做好组训计划。咱们不能不管啊。当然不能不管了。所以你和参谋长一定要好好把关。啊。可问题是，除了郭子健，我发现这姜胜强最近也像脑子进水似的。我担心把这2个家伙搁一起，会捅出篓子来呀。所以呀，一定要派一位资历深、有经验的旅领导跟随组训啊。哎呀，我这么一想啊，来，包总啊，你看，你是集团军领导亲自点的将，也只有你亲自出马才能镇住他俩。哎呦，我说旅长，您别抬举我啊。姜胜强没问题，可是这个郭子健，哼，我心里没底。你放心，吕里把尚方宝剑先给你。啊？我怎么觉着您有点不怀好意呢？你喝不喝水？喝点。试试看吧。杨仁强，你是不是该感谢我？你又不是为了我们飓风营。不管怎么说，也是我栽树你乘凉。都拉动式练兵了，比比。嘿，比就比，怕你啊！来呀！李志强到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这辆车的仪表有点不准，我正在归零重置。你们的代理连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有学问的。那就好，你们也要多注意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好吗？是。杨参谋。是。明天一切行动按你设计的执行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心态不错，够沉着冷静的。但是在训练过程中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状况，能应付吗？我已经对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分析，以及对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做了预判。但是理论再好，不下场溜溜，谁也不知道深浅。想当好这个首席参谋，光有理论可不行，尤其是将来你的信息化平台要在哪儿搭建、怎么搭建，都需要沙场点兵之后。你放心，我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。营长，你的一贯作风不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啊？怎么一到我们梁参谋这儿，就总给人家泼冷水啊？我这不是怕他头脑发热、乐极生悲吗？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好，那就预祝你首战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前面见我！按照旅机指命令，我部全员全装，迅速向雾里山一带机动，路线已发到各指挥终端，注意查收。是，收到。你说这都下雨了，咱的拉动是不是都取消了呀？都做梦了。
哎，索副旅长，这雨是越来越大了，要不要推迟出发呀？比天气预报大多了。要是旅合成营的编制，那还好说，毕竟郭子健之前啊，有过山谷架桥的经历，但这一回完全不一样。郭子健把这次出动硬生生做成了御风营全副武装的实战合练，连远火和空突分队都协调了。这万一……命令传达了吗？传达了。几点出发？8点。还有3分钟。你来喊话，推迟出发。好。御风营、飓风营，推迟出发，时间待定，收到回复。飓风营收到，推迟出发。御风营、御风营，收到回复。御风营、御风营。郭子健，郭子健。喂，我命令。支援车队，出发！出发！东方，今天就算天上下刀子，也阻挡不了咱们营奔向强军大道的坚强步伐。班长。是铿锵步伐吧？我是班长，你是班长。你是班长啊？那我说算，你说了算。你说了算，坚强步伐。这飓风营侦察排数苍蝇呢，这长枪短炮的，咱不用管他吧，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行。你说的轻巧，把咱们研究个底儿掉，你就开心了，眼睛放亮点。到前面进行大型装备，前外面主哨。哎，大家合哨。这车速也太快了，一点都不考虑安全。指挥室找到没有？甭找了，他肯定故意的。这来回来去找了2、3趟了都找不到，早就单溜了。远火分队报告你们的位置。报告，远火分队已经驶达原村路口。按照你设计的方案，应该下高速进入野营地域，是否继续执行？没时间思考。继续执行。命令你部马上改变行军路线，从原村路口下高速，沿4号乡村公路进入野营地域。4号公路啊！郭营长，如果要从4号公路入场，那就得经过马家河。我部装备超宽超限，无法通过。工兵分队马上前出架桥，你部随后跟进。郭营长，营级工兵分队恐怕不能够搭建重型桥梁工事。我不是跟你在商量，执行命令。是。真是县官不如县管啊！远火分队注意，从原村路口下高速，沿4号公路经马家河，向驻训点进发。这个郭子健呐，真是个祖宗啊！
排长，总排长，这里。为什么不组织过桥？郭营长，工兵分队架设的桥梁不符合标准，我们不能冒险通过。这桥不是好好的，怎么就过不了了？桥梁承重不够，而且桥体架设不符合作战标准。是这样吗？是。为什么不按作战标准架设？营长，这座桥的架设可不比当时在扶摇谷的山梁上。您也看到了，到处都是淤泥，十八星。当然，主要是这样。别给我找理由。可是我今天必须要让所有装备过桥。可是什么？过不了桥，我处分你。是。我墙，还有中间，我墙。怎么会这样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想到了？没错，我是想到了。可是你作为首席参谋，而且是这次行军方案的总设计，你为什么没想到？还有，部队行军是可以走便道，可是野外路况你根本就没做调查，你就敢下高速？那既然行军方案中的问题你已经看到了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我为什么要早说？为什么要提醒你？你是首席参谋，不是相反。这些功课应该由你来做，而不是我这个指挥员。你以为做一个指挥员那么简单吗？你命令一下，所有战士就得冲锋陷阵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一个班长，他下的每一道指令都必须接着地气，更别说是首席参谋。你的每一条指令都有可能影响指挥员的判断，甚至左右战场的走向。那我现在的方案还有价值吗？当然有。干嘛怀疑自己？走。营长，你说这郭子健是不是有自虐倾向？放着好好的高速公路不走，非要走这乡间小道。这下好了，一锅粥了。让他们熬着吧，该我们上场了。命令各连，按预案准备机动。是。说实话，我刚来连队，真不应该发牢骚。但是这看门红变成当头一棒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营里的指挥方案啊，肯定有问题。梁参谋毕竟以前没在部队一线干过，经验不足。这可不是理由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一线连队时间很短，毕业当排长最多半年，后来我就考上了军事指挥系研究生。实话跟你说吧。我也是出于对自己未来的考虑，给自己加上一个基层带兵经历，要不然我离开作训科干嘛？郭子健，你还有组织有纪律吗？谁给你的胆子违抗命令擅自行动的？什么命令啊？你少装糊涂！不是你干扰到我们指挥行动吗？怎么会呢？这下雨天应该信号不好吧？报告副旅长，这种天候正是我们从难从严练兵的好机会。部队虽然受了挫折，但也经历了锻炼。这就是你的从难从严？你这是胡闹啊！方案怎么出的？下了这么大的雨，为什么不及时变更？你先别解释，来，你们自己看，我们的装备，我们这些保卫疙瘩成什么了？积成泥疙瘩了。这样的组训有什么意义？副旅长，这正是我们的初衷，通过拉动暴露问题，解决问题啊！考虑过代价和风险了吗？考虑过没有？训练就得扎扎实实的，一步一个脚印。你跨这么大步有什么意义？不但违反了我们训练的规律，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。就在刚才，5辆装甲车呀，是不是5辆？是，差一点就连环相撞了。这不没撞上吗？撞上就完了。撞
重大事故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报告索副旅长，这次行动方案是我出的，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在我。梁红同志，我是指挥员，出任何事情我负责，轮得到你吗？左副旅长，我是教导员，我难辞其咎。好了，这是演练，不是演戏，还争起责任来，你们负得了责吗？现在我命令，解除部队所有机动中的战术背景，原地休整。副旅长，部队正在作战状态，怎么能说撤就撤呢？我说撤就撤。左副旅长，站那说。我向您保证，过了河以后，我会第一时间追赶上部队，不许讨价还价，就地休整30分钟。找到合适的路线，向驻训地机动。听到没有？是。要有一